你的头脑是否像一个有几十个标签也打开的互联网浏览器，每个都在播放不同的声音并争夺你的注意力？你是否感觉自己像自己生活中的一名乘客，被一股无情的义务、通知和他人期望的洪流拖拽着，却从未真正的伸出你所在的地方？这种持续的思维噪音，这种已经成为你生存背景音乐的潜在焦虑，并非你的自然状态。这是一个被一个从你的分心中活力的世界蓄意入侵的系统。你被条件化地生活在一种满性的紧迫状态中，所有事情都像是昨天就该完成的，没有任何事情是真正被体验的，只是在做出反应。那种总是在奔跑，却从未到达任何地方的感觉，是一个失去了中心、失去了锚点的头脑的症状。在这种超负荷的感觉中，你并不孤单。事实时，我们被教导要赞美忙碌，将多人舞处理视为一种美德，而将安静视为时间的浪费。结果呢？一种情绪反应型的生活，一条评论能让你烦恼数消失，一则屁消息能毁掉你的一天。害怕错过的恐惧，让你被无尽的信息流所束缚。这种注意力的碎片化，不仅窃去了你的平静，它还窃去了你的自主权、你的选择权。你成为了环境的回声，而不是决定方向的声音。这种生活在高速运转，却毫无深度的持续感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捕杀。而你在你的骨子里，在你的疲惫中，在你缺乏清晰度中感受到了它。但从今天起，这一切开始改变。如果我告诉你，你可以在你的头脑中安装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呢？一种经过数千年考验的内在技术，能够凭洗澡音将控制权交换到你的手中。在这个视频中，你不会学到模糊的理论，你将被引导通过5个世纪训练，将你的头脑锚定于当下，将混乱转化为清晰，将反应型转化为深思熟虑的力量。这不是一个被动幸福的承诺，而是一个短暂不可动摇力量的邀请。在我们开始这段路程之前，做出你的第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订阅加入一个由自己头脑的建筑师组成的社区，并在下方评论你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一转变。生命呢，通往精通的起点。用于这种思维中狗的工具，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它的名字，但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方式。正念，忘掉任何关于空灵或原吃你现实的时间的印象，把它想象成一种大脑的尖端技术，一个你为了优化专注和清晰度而安装的操作系统。它是对抗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过载和数字焦虑的秘密武器。在我们的语境中，正念是让你的头脑脱迟自动驾什么事的务实训练。这是一种方法，通过它呢，学会观察你的思想和情绪，而不会被他们劫持。在你从世界接受到的刺激和你选择深思熟虑地给予它的回应之间，创造一个关键的空间。在这里，我们重塑了著名的当下的力量。活在当下不是一种被动的幸福行为，也不是忽视未来规划的行为，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力量行为。当下是唯一的战场，是唯一你拥有自主权和真实控制权的竞技场。过去是记忆的幽灵，未来是可能性的海市蜃楼，但当下是冲击点。正是在当下这个时刻，你做出决定，你采取行动，你呼吸。住在当下是托持反应型洪流，将双脚踏上见识土地的能力，从而能够以平静清晰的头脑做出决定，而不是像个木偶一样对每一个冲动或痛志做出反应。这种心智技术并非近期的发明，它是伟大斯多个派哲学家智慧的基础。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在战争和瘟疫中统治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之一。他对自己写道：你对你的头脑有力量，而不是对外部事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找到力量。这就是我们今天训练的精髓，这也是现代科学先驱乔恩·卡巴金 （John Kabat-Zinn） 带入实验室和医院，证明其在减轻压力和增进幸福感方面有效性的同样实践。你即将学会
使用一种结合了古老智慧与尖端科学的工具，成为你内在世界的建筑师。你的第一个人物是最基础、最易于接触，也因此是所有人物中最强大的。它被称为呼吸之锚，把它想象成你头脑的紧急中期按钮。它不需要任何设备，不需要特殊的地方，只需要你回归重新的意愿。在任何混乱、焦虑加剧或压到兴奋心的时刻，你的呼吸都在那里，是骚动表面下一种恒定而重视的节奏。这个训练不是关于强行控制呼吸，而是关于将它用作一个不可动摇的焦点，一个防止你的心智之船被失控的思想和情绪风暴带走的猫。它是你的零点，是回归基地的时刻。指令极其简单，用1分钟甚至30秒，将你全部的注意力带到呼吸这个动作上，感受空气通过鼻孔进入，感受温度的细微变化，感受你的胸部和腹部的扩张，感受呼气前短暂的停顿，然后感受空气的流出，带走一小部分累积的紧张。只是观察，不加评判，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事情。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将你的意识锚定在这个有节奏的、至关重要的过程中。这是受惠你专注力控制权的第一步，有意识地将其从外部的混乱转移到内部的秩序。但是为什么如此简单的事情，在实践中却如此难以置信的困难？内心的冲突立即出现，你的头脑习惯了疯狂的奔驰，反抗着这种途径。它会告诉你，这是在浪费时间，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它会用任务清单、对未来的担忧、对过去的悔恨来轰炸了。这是被条件化的头脑的噪音，一些人称之为心源，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从不休息。他抗拒简单，因为他被训练去相信复杂和速度是生产力和价值的同义词。你的头脑的自然倾向是寻找下一个刺激，下一级多巴胺，下一个能组织它面对真正存在的东西的分心。停下来只为了呼吸似乎是违反直觉的，在一个要求持续运动的世界里，这几乎是一种软弱的行为。你会感到不挂、躁动，想去拿手机、查邮件、做任何事情来逃避沉默。理解这场冲突至关重要，不是你在时间中失败了，而是你的就变成在抵抗新系统的安装。不加评判地认识到这种抵抗是第一个重大的突破。你的头脑就像一匹野马，强大而充满活力，但多年来它一直自由奔跑，不受约束，拖着你穿过焦虑的山谷和压力的山峰。它习惯了做路程的主人。有意识呼吸的练习是你第一次握住缰绳的行为。一开始，马会抵抗，它会后退之力，试图把你摔下来，会用尽全力拉向习惯性的混乱方向。它不理解这个平静的心指令。每一次有意识的呼吸，每一次你温柔地将这一力从思想转回到呼吸，都是驯服这股野性能量的行为。生动地想象这个比喻，你不是在和马战斗，你不是在试图摧毁他的精神，那只会造成更多的内部暴力。相反，你正以一种平静而共情的坚定握着缰绳。你通过重复和耐心向他展示，平静不是威胁。随着每一个吸气和呼气的循环，缰绳变得稍微不那么紧张。疯狂的奔驰变成了小跑，然后是步行。呼吸是你与这股内在力量的直接沟通，一个信号，表明现在有了一个向导，一个掌控方向的主人。渐渐地，你头脑中的野马开始信任你，他学会了安静并非危险，而是一个恢复和力量的地方。这第一个训练的完成是获得一个变细式的即时和平工具。你获得了在紧张的会议中，在激烈的争论中，或在恐慌发作中，秘密而安静地跑下你的猫的能力。没有人需要知道你在练习。当周围的世界在混乱中旋转时，你找到了你的中心，你的零点。实际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你不再冲动的反应，而是创造了一个空间，一个可以完全改变局势结果的1-2秒钟的空间。这个通过呼吸之锚赢得的空间，
正是智慧所在之处。在这里，你用深思熟虑的回应取代了不假思索的反应。你没有消除世界上的压力，但你消除了它控制你的能力。你成为自己回应的主人，这是第一种也是最根本的自我掌控形式。现在你已经学会了锚定你的头脑。第二个任务是扩展这种意识，我们将把它从呼吸的单一点移动到你的整个身体。这个训练叫做身体扫描，它是关于绘制你的内在版图，将你那经常活在未来或过去的头脑重新连接到只且唯一存在于当下的物理基础上。多年来，你可能把你的身体仅仅当作一个在找你的头去赴约的交通工具，忽略它的信号，直到它们变成疼痛或疲惫的尖叫。联系包括躺着或坐着，系统地将你的注意力引导到你的整个身体，从你的脚趾开始。你在那里感觉到什么？刺痛感、温暖、寒冷、袜子的压力。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只是以一种重力的好奇心观察。慢慢地将你的注意力向上移动，通过脚踝、小腿、膝盖、大腿。这不是关于思考这些身体部位，而是直接地感受它们。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变，从心理叙述到直接感觉。你第一次完全地居住在你的身体里，而不仅仅是使用它。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微妙但深刻的。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活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是抽象、规划和担忧的专家，却是感觉的文盲。身体扫描的联系可能会让人不舒服，因为它迫使你面对你多年来积累和忽略的紧张。你可能会注意到你的肩膀有多么紧张，你的下颚有多么僵硬，你的胃里有痼结。头脑的自然倾向将是逃避这些感觉，将它们标记为屁的，并寻求即时的分心，抵抗表现为无聊、不耐烦甚至困倦。头脑会再次说这毫无用处。感受我的大脚趾能得到什么？他会嘲笑。他想要思想的刺激，情绪的戏剧，而不是身体感觉的注进。克服这场冲突就是理解身体是你所有未处理生活经验的仓库。你肩膀的紧张是为释放的压力，你为力的解释为笑话的焦虑。逃避这些感觉就是延续这个循环。用意识面对它们，就是开始溶解它们。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个严阔而未知的王国。多年来，你是一直锁在城堡最高塔楼，你的头脑中进行统治的国王。你发出发令和命令，动作和行动，但你对你的土地上真正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你不知道道路、村庄、森林或你人民、你的细胞、你的肌肉、你的器官的状况。你与你力量的根基完全脱节。身体扫描是国王最终走下塔楼，决定巡视他的王国的行为。这段绘制地图的旅程是一个起始。当你将注意力带到你领土的每一部分时，你开始看到桥梁断裂的地方，道路被紧张阻塞的地方，能量之河无法自由流动的地方。你不需要强迫修复，仅仅是将你意识之光带到这些被忽视的区域，就已经开始了治愈和恢复的过程。这是一种承认，一种中心统一的行为。国王终于认识了他的王国，而王国感受到国王的存在，开始重新组织和繁荣。这个训练的结论是深刻的扎根感。你停止在思想的抽象世界中漂浮，开始以存在感和见识感占据你的物理空间。实际效果是漂浮性焦虑的急剧减少，因为焦虑很少能在与身体当前感觉的直接接触中幸存下来。你学会了在身体压力转变为慢性精神痛苦之前，识别和溶解它。你不再是一个带着身体的头脑，而成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存在。这种中心连接给了你一个新的信息来源，你的身体成为你情绪状态和你周围环境的精确晴雨表。在一个情境中，你会在你的头脑将其标记为有压力之前就感觉到紧张的出现，这让你有势以更冷静和智慧的方式回应。你变得更有韧性，不是因为问题消失了，而是因为你的基础，你的物理基础变得坚固，存在并被你
你真正的主人所知晓。随着头脑被锚定，身体被绘制，我们准备进行第3个训练，也许是所有训练中最具变革性的，它被称为无评判的观察。到目前为止，我们使用了专注的对象、呼吸和身体来源持思想的噪音。现在，我们将直接面对这种噪音，但采用一种全新的策略。目标不是停止思想，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你与他们的关系。你将学会观察他们，而不与他们认同。练习如下：当你静坐时，让思想来来去去，不要试图控制或压抑他们。诀窍是采取一个中立观察者的姿态，一个观察现象而不干预的科学家。一个关于工作的想法出现了，与其沉浸其中，你只是在心里给它贴上标签。想法。一个关于金钱的担忧出现了，担忧。一个对话的记忆，记忆。贴标签的行为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剧体，我们正在寻求的空间。你不是那个想法，你是感知到那个想法的意识。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它攻击了我们身份认同的根基。自从我们记事以来，我们就在我就是我的思想这一信念下运作。我们认同每一个经过我们头脑的想法，每一个担忧，每一个批评。仅仅观察一个想法而不被它带走，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奇怪，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我不担心这个问题，谁会呢？如果我不抓住这个绝妙的主意，它难道不会消失吗？自我 ego 强烈的抵抗从主角的角色将己为仅仅是观众。这种与思想融合的倾向是几乎所有情绪痛苦的根源。一个悲伤的想法出现，我们立刻说我很悲伤。一个愤怒的想法出现，我很愤怒。我们变成了那种情绪，那个想法。无评判观察的联系是对这种融合的直接挑战，这是将你的身份从头脑持续的流动中解脱出来的行为。这很困难，因为它要求你放开控制，相信你比你意识的短暂内容要伟大和稳定得多。想象你正坐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每一个想法都是一列经过的火车，有些是有长有黑的货运列车，满载着担忧和恐惧；有些是有快有超的客运列车，充满了计划和兴奋；还有一些是随机记忆的小车厢。在你的一生中，你的习惯是跳上每一列经过的火车。一旦一列担忧的火车到大车站，你不加思索地登上它，然后旅行到遥远的焦虑之地。当一列愤怒的火车到达时，你跳上车，然后旅行到冲突之地。无评判观察的联系是决定留在站台上的激进行为。担忧的火车来了，你看到它，注意到它的颜色、大小、声音，你甚至可以读到上面写着什么“明天的回忆”。但你不等车，你让它通过。接着，自我批评的火车来了，你观察它，然后让它通过。一开始，习惯的力量，火车的磁力，讲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但每当你有意识地决定不搭乘一列火车，你就加强了你的选择力和你在站台上的稳定性。这个训练的结论无异于解放。当你持续练习无评判的观察时，一个深刻而不可动摇的认识开始形成。你不是那些火车，你是车站，你是那个所有思想和情绪来来往往的激进而有意识的空间。这种人是溶解了头脑的保证。一个负面想法可能会出现，但它再也没有能力定义你的存在状态。它只是一列经过的火车。你获得了一种不依赖于只拥有积极思想的情绪自由，而是依赖于你不被任何思想所主宰的能力。实际效果是思维清晰和平静，你变得能够更客观地分析问题，因为你不再与围绕他们的焦虑融合在一起。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因为你的头脑不再在对方说话时不断地构思下一个回答。你获得了选择将你宝贵的精力投入到那些思想中的能力。你停止在那些毫无目的地的思想列车上浪费你的生命力，并开始将其引导到真正重要的行动上。对于那些真正认真并致力于这一转变的人，
那些感受到我们在这里建立的力量的人，我有一个特别的邀请，把它看作是我们训练中的一个简短消息。我创建了一个名为情绪掌控的播放列表，它是这段路程的下一步。它包含深入探讨这些技巧，并引入新工具以巩固你内在掌控力的视频。如果你准备好更进一步连接在描述中，这是为那些不仅仅想要改善，而是想要真正经痛的人准备的。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最后的训练。在正式的静坐训练中训练了你的头脑之后，第4个任务是将这种新技能带入日常生活的战场。这个训练叫做单一任务，它是对现代生产力最大神话之一——多任务处理的直接攻击。多任务处理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种快速而低效的任务切换，它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增加压力，并急剧降低你的工作质量和生活体验。单一任务是一次制作一件事，并投入全部注意力的练习。指令简单但具有挑战性。选择一项日常的平凡的活动，一些你通常在自动驾什么事下做的事情，可以是一杯水、刷牙、洗碗，或者走到你的车旁。在这项任务的整个持续时间内，以你全部的注意力投入其中。如果你在喝一杯水，感受杯子的重量、水的温度、吞咽的动作，它留下你身体的感觉。如果你在走路，感受你的脚与地面的接触，你手臂的摆动，空气在你皮肤上的感觉。内心的冲突是我们对刺激和生产力的根深蒂固的成因。没有了分心的盔甲，头脑会感到赤裸和脆弱。制作一件事，特别是一件无聊的事，似乎是一种浪费。潜在的焦虑在地狱，说你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来计划你的一天，听一个播客，在脑海里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慢性紧迫感的心态，那种如果我们不同时做3件事，我们就会落后的信念。这种需要用某种刺激或心理任务填满每1秒钟的需要，是一个对自己感到不舒服的头脑的症状。它逃避当下，特别是当下是简单而没有戏剧性的时候。单一任务的联系迫使你面对这种卜卦，与当下的简单坐在一起。这是对分心文化的反叛行为。这很困难，因为它与你被训练去做的所有事情都相反。它要求你不是在完成任务的数量中找到价值，而是在投入到单一任务中的注意力深度中找到价值。想象一位弓箭大师正在为一场决定冠军的设计做准备，他不再像他错过的上一箭，也不再像即将到来的设计的荣耀。他不再听人群的声音，也不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他的整个宇宙，他所有的意识都会聚在这一个神圣的时刻。他感受着手中弓的木头质地、贡献的气味、肩膀和背部逐渐增加的张力，以及完美聚焦的目标的视野。他的头脑是寂静的，他的身体和他的意图是一体的。这就是单一任务。现在将此与新手弓箭手对比，他的头脑到处都是。如果我是熟了怎么办？大家都在看我，我的手臂在发抖。他同时在想10件事，他的注意力是碎片化的，结果几乎总是一次失败。我们大多数人相信受弓箭手一样生活，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带着分散的注意力。但一人物的联系是成为你生活中所有领域的大使弓箭手的训练，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比如以同样的临在感和专注力喝一杯水。这个训练的结论是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发现深度和意义。以前被浪费或忍受的时刻变成了联系临在的机会，并且矛盾的事成为了和平与满足的源泉。你开始意识到没有平凡的时刻，只有分心的头脑。你注意力的质量决定了你生活的质量。当你将全部注意力带到一项任务上时，你执行得更好、更快，压力也更小。实际效果是你的效率大幅提升，而不知所措的感觉则减少了。你停止过一种肤浅和碎片化的生活，开始以一种整合和深刻的方式生活。工作变得更加专注和沉浸，对话变得更加连接和有意义，事物更有味道。生活时时刻刻恢复了它的色彩和质感。
你不仅仅是在执行任务，你正在通过你注意力的力量，将平凡变为非凡，充分地活在每一个瞬间。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训练。这个人物将所有其他人物联系在一起，并将他们永久地安装在你生活的操作系统中。它被称为临在轰发器。它的目标是在你混乱和反应性的世界与你有意识的临在状态之间建立自动的桥梁，将联系从你做的事情转变为你是的状态。这是关于如此深刻地植入正念的习惯，以至于它会被那些曾经用来劫持你的时间本身所轰发。联系包括选择一个你日常生活中的重复型时间作为轰发器，一个临在的锚点。前提很简单，与其让外部刺激把你印象分心，你重新变成它，让它把你带回当下。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你的手机，每当它响起或震动时，在接听或查看通知之前，你先暂停一下，做一次有意识的呼吸。那个声音曾经是召唤你反应的呼叫，现在变成了一个正念的钟声，一个提醒你回到重新的提示。内心的冲突是你旧习惯的惯性，建立一个新习惯，特别是心理习惯，需要有意识的重复和初期的努力。在关键时刻，立即反应的就变成会很强大。你会忘记，你会不加思索地拿起手机，你会走进一个房间而没有注意到。没问题，冲突不是关于别人的完美，而是关于坚持不懈。每一次你记起来，每一次你成功的执行轰发器，你都在削弱旧的神经通路并加强新的。这里的阻力是那个声音说这行不通，或我没时间做这个。头脑会为旧习惯辩护，捍卫速度和反应型是现代世界生存所必须的。但这是幻觉，真正的效率和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反应的速度，而是来自行动的清晰度。克服这场冲突就是理解你正在玩一个长期的游戏，你正在毫不夸张地说终写你大脑的源代码，一次一个轰发器。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自我同情的过程，把它想象成一个程序员修复系统中的一个 bug。 当前的 bug 是，如果电话响起，那么启动焦虑和立即反应。你的工作是终写着新代码。新的命令是，如果电话响起，那么暂停，执行一次有意识的呼吸，平静地继续。每次你应用临在轰发器时，你都在保存这新代码，使它更强大，下次更有可能被执行。你正在把你最大的注意力接持着转变为你临在的最大盟友。你可以在一天中创建多个轰发器。穿过一扇门时，可以是一个感受双脚在地上的轰发器；打开电脑时，一个调整姿势和深呼吸的轰发器；等咖啡着好时，一个做迷你身体扫描的轰发器。这些不是长时间的冥想，它们是完美融入你生活流程的正念微剂量。它们不占用时间，它们转化了已经存在的时间，用意识填不了你一天的裂缝。这个最终训练的结论是化身为当下时刻的建筑师。正念不再是分新海洋中的一个时间故道，而变成了你有用的水本身。你不再需要提醒自己去练习正念，因为你安装的轰发器会为你做这件事。练习变得自动化，不费力，融入你存在的植物中。你成为了一个从平静和清晰的中心运作的人，无论你周围发生了什么。最终的结果是真正的内在自由。你的平静不再依赖于一个安静的外部环境，因为你学会了在内心携带着静。你的效率不再依赖于运气或偶然，因为你学会了像激光一样引导你的注意力。你最终掌控了你最重要的领域，你两耳之间的空间。那个普通的、反应性的、不堪重复的人的旅程已经完成。你不再是乘客，你是司机，是向导，是建筑师，你掌控一切。你已经完成了5个训练，你学会了使用呼吸之锚，绘制你的身体版图，观看思想的列车而不等车，已经痛的方式执行单一任务，并在你的生活中安装临在轰发器。然而，转变并不一直是结束，它通过承诺而巩固。
你现在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是封印这个事件。点击赞按钮不是为了算法，而是对你自己的强化，一个表明这条信息在深层次上与你共鸣的信号。订阅频道是你继续这段路程的承诺，是加入一个致力于成为自己思想建筑师的社区的承诺。现在，让我们把评论区变成一个训练场。你的第二个深思熟虑的行动是做一个公开的力量生命。我希望你在下面评论那句总结你新决心、你新身份的话。评论：我控制我的注意力。不要把这看作是屏幕上的简单文字，而是你在于自己的心和桶上的签名。这是你对你的专注力主权的第一个行为，一个向你的潜意识和宇宙发出涟漪的生命，表明你不再是份新的努力，你掌控一切。最后，如果你看到了视频的这一点，你已经向自己证明了一些东西。你展示了一种绝大多数人已经输给了无尽信息流的专注能力和意志力。尊重这份纪律。也请评论这句话：我看到了最后。通过这样做，你承认自己是一小部分经营、专注的少数人的一部分，并激励他人也这样做，创造一个转变是可能的社会证明。并记着这个视频开始时的呢，你认识其他人现在也有同样的感觉。分享这个视频是精通的最终行为，伸出手，为另一个人提供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工具。路程仍在继续。